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经过了一轮的反弹和反转之后的美股，目前处在高位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轮反弹和反转行情走出了2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通过合并 K 线在周线级别上周线走出悟空阳线、八剑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那么目前为止，在4小时级别上已经走出了一个横盘的走势，那么它的调整过程正在继续。我认为在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在4小时级别的一个标志性的阴线，然后一路下跌调整下来。毕竟呢，这个行情已经走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我们看到在周线级别上前高在36,952美金36,952点位，那么目前距离这个点位已经非常接近，前高附近呢是一个压力位所处的位置，所以呢调整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黄金走势也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但是呢，比特币在行情当中还是很坚挺。那么我认为在今天美股开盘之后，有一定概率跟随美股比特币跟随美股做出一定的调整。原因是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阴线，目前这个阴线叫做标志性的阴线，下方有八剑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也看到了比特币走出一轮完整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又冲出了一个新的高点，这个新高出现接近45000美金。45000美金呢，是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21年5月份到22年的3月份长达1年的震荡时间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目前对于比特币来说容易发生4小时级别同步美股的调整。那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提到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儿，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交易对儿，如果出现反弹上涨的话，会引领会让以太坊出现领涨行情。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就看到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儿走出了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容易做出日线级别的反弹。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11月8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基于此根悟空阳线上方是有八剑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做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预期。但是呢，这根阳线走出来之后，随着行情出现了调整和回补，我们看到这根悟空阳线到最后虽然存活但是呢不断试探它的开盘价的位置。那么我们在今天看到了一个它的这个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重新启动这个反弹结构出现之后，让以太坊出现了领涨行情。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太坊相对比特币是弱势的但是昨天到今天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反弹，让以太坊本身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接近2400美金的一个高点。我们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28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同时我们合并 K 线之后，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在经历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它的在本周的行情当中它的这个悟空阳线呢站上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是周线级别144均线在23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突破之后，我认为向上的空间将被打开目标点位2800是前盘行情当中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在21年5月份到22年4月份这个震荡行情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目前以太坊正在跟随比特币的结构正在走出它的领涨行情。
那从今天的多空数据来看啊，由于以太坊的上涨，我们看到今天出现了非常多的在4小时级别到小时线级别的多头币种纷纷出现啊。这些币种的出现呢，意味着山寨币行情正在爆发。前面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 ORDI 引领了山寨币行情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气流，目前正处在一个4小时级别震荡调整过程当中但是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山寨币走了出来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新的热点正在出现，包括今天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的 GoTo GoTo 呢，我们看到在小时线级别，在早盘的时间走出小时线级别上涨气流，这里面有标志性的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小时线级别上涨气流走完之后，做15分钟级别震荡收敛三角形的调整。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束之后，我认为对于 GoTo 这种热点币种刚刚上线 Binance 平台的热点币种还存在一些机会。那么今天还看到了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币种呢，是我们在7月份就埋伏了的RAY 那 RAY 这个币种呢非常有特点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几乎跌了95%以上，测算一下17.8是高点，跌到低点0.1399%的暴跌之后存在投资价值，所以呢，早在7月份我就说了这个币种存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是在跌破0.5美金之后它进入到了黄金坑的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极具投资价值。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0.5美金已经被突破今天高点大概是在0.55美金。那这个平台被多头攻破之后，上方空间将会被打开，那么它的一个上涨空间是极大的。我们看到从目前位置到17.8美金，起码还有30倍的上涨空间所以呢走出来之后，它的空间被打开了之后，对于这种热点一些的币种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关注它是SOL这个链的下面的一个去中心化金融的一个币种。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周线级别目前走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正在走的是沙僧阳线。那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上方是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的。我们看到它一路跌下来，总是走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日线级别反弹，然后再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日线级别反弹。一共3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在底部形成平台震荡收敛三角形，然后蓄势待发形成突破。我们看到它的调整时间是从22年12月到今年的12月调整长达1年。我们知道横有多长，纵有多高，所以呢目前成交量在底部成交量和这个趋势走出来之后突破重要阻力位之后，对于 RAY 来说，我认为它会有一个比较看好的行情。那类似的币种呢是 Cake，Cake 目前仍然没有发生突破，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 Cake 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悟空阳线，这根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但是迟迟没有走出来。与此同时呢，与之同板块的 BAKE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在周线级别上得以突破，并且突破了一个长期的阻力位。因此呢 ，BAKE 目前成为该板块当中去中心化交易所 DeFi 板块当中的一个龙头币种。更多的人去关注 BAKE， 但是呢，我认为Cake 它的位置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我更多的是认为Cake 有这个厚积薄发蓄力的一个后发制人的一个动能。那么在 Binance 平台上重点打造的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个平台币就是 Cake， 所以呢，我认为 Cake 会有一个更好的上涨，只是它目前是在它的这个板块当中比较落后但是后面行情当中，我认为它会有更大的一个上涨空间。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